天是中國航天日，56年前，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1號發射成功。從東方紅1號第一次進入太空，到神舟5號把中國人第一次送上太空，到天宮空間站長期駐留近地軌道，再到嫦娥6號完成人類首次月球背面採樣返回，我國航天用56年的時間，一步一步走出了屬於自己的深空探索之路。1970年4月24日，東方紅1號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搭載長征1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。這是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，也是我國第一次真正把自己的航天器送入太空。東方紅1號是直徑約1米的球體，重173公斤。它的成功讓我國成為第5個獨立發射衛星的國家。1999年11月20日，神舟1號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。它並沒有載人，但它的意義一點都不小。因為從神舟這個名字開始，中國航天真正進入了載人航天工程的節奏。神舟系列不再是單純發一顆衛星看看，而是在為後面真正把中國人送進太空做系統性鋪路。2003年10月15日，我國第一艘載人航天飛船神舟5號發射成功，楊利偉進入了太空。楊利偉乘坐飛船在軌運行1天，於10月16日成功着陸，圓滿完成了我國首次載人太空飛行任務。神舟5號不是我國航天的一次普通成功，它是我們第一次真正跨過了一道門檻，從把設備送上天變成了把人送上天。如果說神舟5號代表的是把人送進近地軌道，那麼2007年發射的嫦娥1號則意味着我國航天第一次真正把視線投向了更遠的深空目標——月球。2007年，嫦娥1號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，成為我國探月工程的起點。它拍攝了高分辨率的月球3維立體照片，彌補了南極和北極地區的影像空白。2013年，我國探月工程迎來了又一個關鍵節點，嫦娥3號成功落月，玉兔號月球車駛上月面。它由着陸器和玉兔號月球車組成，攜帶多種載荷，完成了觀天、看地、測月的科學探測。這件事非常重要，因為從繞到落，難度是明顯跳升的。你要在沒有大氣減速的情況下，完成精準下降、懸停避障、軟着陸。嫦娥3號的成功，讓我國成為少數幾個實現月面軟着陸的國家。更炸裂的還在後面。2019年，嫦娥4號直接做了一件歷史級的事情，人類第一次在月球背面實現軟着陸。2019年1月3日，嫦娥4號成功着陸於月球背面的馮卡門環形坑，它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月球背面軟着陸和巡視勘察，並在中繼星鵲橋衛星的支持下，展開了對月球背面的低頻射電天文觀測和淺層結構探測研究，是全球首個在月球背面進行原位探測的探測器。並且嫦娥4號着陸器與玉兔2號月球車工作壽命遠超設計值，在軌工作突破了1000天，獲得了大量的月球背面詳實數據，為人類揭開了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紗。2020年，中國探月工程再次邁出關鍵一步，嫦娥5號成功完成月球採樣返回。它在月球風暴洋北部的呂姆克山附近採集了約1731克月球樣品，並於12月17日返回地球。它實現了我國無人探測器首次月面取樣、月面起飛、月球軌道交會對接、帶樣返回地球。2011年9月，天宮1號發射成功，它完成了空間交會對接試驗，解決了空間航天器間接吻的核心技術，建立了航天員在軌短期駐留的空間平台。2016年，天宮2號成功發射，我國擁有了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太空實驗室，它實現了航天員中期駐留、推進劑在軌補加、多項科學實驗及與神舟11號、天舟1號的對接。2020年，天問1號發射成功，我國的深空探索目標正式邁向火星。2021年，它成功進入火星軌道，祝融號也成功落在火星表面。我國第一次真正執行火星任務，就一次性完成了繞、落、巡。祝融號在火星表面開展巡視探測，研究火星的地形地貌、土壤、環境和地下結構。天問1號則留在火星軌道，獲取火星探測科學數據，研究火星大氣電離層及表面氣候與環境。
2024年，嫦娥6號成功發射，它在月球背面的南極艾特肯盆地實現了自動採樣與上升。它對月球背面採樣區進行了地質背景勘察，研究月球火山活動歷史，並且它成功採集到月背樣品，揭示了月背的火山活動歷史可追溯至28億年前至42億年前，極大地豐富了對月球演化的認識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從月球背面攜帶了1935.3克的月壤，成功安全返回了地球。回頭看中國航天這幾十年的路，你會發現它最厲害的地方，從來不是某一個單獨的高光時刻，而是它真的把一條路一步一步走通了。從一顆衛星、一次載人、一輪登月、一個空間站，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太空能力真正搭了起来。而未來，我們也會根据自己建立起來的體系，走向更深處的星辰大海。